我也要呼吁在野党，我们不同政党没有关系，民主政党就是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本来就是要彼此竞争，但是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在府院执政的民进党要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我也希望在立法院当家的蓝白两个政党也要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功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接下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谢谢大家。好，那恭喜清煌 ，OK。那其实呢，所有人当然大家都希望，如果每天都是好事喜事，当然最好。但是每一天你只要打开新闻看到的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各政党之间，因为2026、2028快到了，每个各政党之间的攻防，所有的议题动辄都会影响到未来不管是执政上啦，或是民心的一些的向背。好，那大家看到助理费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经过了这一整个礼拜，每天在节目里面大家把这直接叫出来，然后包括现场又有2位。台北市议员，所有的议员委员只要到了现场，我们都会要求议员委员讲这个案子，你们到底想法是什么？大家表个态嘛，因为议员也会被拉在这个里头嘛。很简单问一下小平，简单的问你的看法，这个案子如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这个整个做法是吃多嚼不烂啊。这一次如果只单纯除罪化，那个可以思考，我觉得会过。但加入所有的钱都给议员给立委，那就引起了这样的战争，甚至引起。二元对立，如何二元？立委，助理，阶级，阶级出来就大麻烦。你不赞成对不对？不赞成，不赞成。建议，虽然600万亿元名声很响亮，但是我说真的，我从旧制到新制，好不容易改成新制，我不希望回到旧制，所以我还是认为台北市议会。我个人认为我不接受，而且我也不希望陈玉珍你们为了要合理化你们的行为，拉我们议员当背书，我觉得不合理。OK， 好，那每一次都会问一下会涉及到的民意代表，因为包括委员到议员，大家各自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会是怎么样？因为这一次陈玉珍版本里面2个大家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已经涉案的除罪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所有的钱是不是全部都变成民意代表，不管是委员或是议员，变成实质薪资。那对所有的助理来讲的话，未来整个制度上面到底会变成是什么样子？在今天经过了一整个礼拜所有的宣导以后，今天上午包括你看到了，就是上公一直期盼的看到助理，然后去立法院跟自己的老板的抗议的这一段。那终于让上公这么多年的生涯里头，终于是看到了 ，OK？ 因为现场资深媒体人算起来的话，3位资深的媒体人，包括财经家清煌，这个画面上公以前没看过，对不对？30余年来从未看过，都好没看过，对不对？没有上下期待哈，没有，我就在行政院看到很多人围，行政院围的很正常。对，怎么会出现这样？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要上街头呢？好，那这次。最后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陈玉珍出来跟所有的助理对话的时候，他也坦诚不够周延。然后接下来呢，有什么一些共识？我开始先让你看一下今天上午现场的画面。来，助理尤其是立法院助理，我先讲我个人好了我的助理呢，就跟我的家人一样，事实上就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请尊重，请尊重。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是很 open 的，愿意开大门走大路。对于这个助理的建议有什么有关他们权益的部分，我们都会公开讨论，而且我想我们都会纳入那至于这中间有任何的污蔑呢，我们也承受如果大家对于有关立委自肥的这个部分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修改这个没有问题对，助理的权益一定会获得充分保障，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创下，大家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大家都是我的家人，所以如果有什么要改，先从家人改起。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有一个东西怪怪。首先呢，这一次没有朝野攻防，这个就是自爆，第二个呢，就算你把它视为家人，我们在台湾的社会上、法律上，家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家暴很严重，家暴很严重，家暴更严重了。更何况是你把家人
看为家奴，那个是绝对不能原谅的。所以刚刚小平讲到阶级问题，这已经是整个已经变成是地主跟家奴，那个场面就是阶级，阶级的一个问题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弄下来，然后它只是立法院立法委员跟助理之间的问题啊，没有，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社会那么关注？因为它不是引起，只是一些劳资雇主和他们的受雇员工之间的问题，而是里面的吃相，让人家觉得太过滥权，然后太过滥权呢，那当然呢，后面呢，他们现在呢，就今天呢，就工会跟陈玉珍也签名了嘛，做了3项的决议，可是这里面看到这个决议哦，就让我想起了，我虽然没有跑立法院，偶尔还是会去聊，想起了在过去的旧立法院，真俄时代，敷衍2句就好，你不觉得这只是在敷衍2句就好吗？就是敷衍2句啊，对不对？立法院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将来我的法律里面，你们的权益不会改，然后呢，知名度、专业加级什么，我会帮你加，然后呢，最后这些内容呢，在整个审查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会用修正动议把你加进去，可是这些都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实你要确定的就是这条法律，你就撤案嘛，你就撤案嘛，撤案了，然后重新的周延之后讨论之后再来一个嘛，为什么不撤案？那这个东西不在，我相信很多工会那个助理啊什么的，他心里想，那当然他们也。助理其实最清楚所有这些法案到底该怎么走、怎么弄是最好的。助理清楚的明明白白就告诉你该怎么走，其实大家都不要糊弄。对啊，他们更清楚，他们比那个更清楚啊，比委员还懂，大多数委员都懂嘛。但是呢，他们也有为难嘛，因为你就是老板嘛，对，又到年底了，对，到年底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为难，就是敷衍嘛。那当然，他们先前的时候呢，就说要去自救，然后自救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鼓励他们哦，要找上义夫，要成立，请上义夫主持个立法院助理吹哨者联盟，因为助理出来如果讲那些立法委员的故事，那大家更想听，那我当你的狗仔，好吧，不要忘记一件事，高虹安的案件就是助理及前助理搞出来的，所以你应该出面主持吹哨者联盟嘛，对不对？创过这样的专利吗？这上一夫会得到我们的信任，对不对？然后呢，刚为什么讲敷衍？那就是我的老朋友，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知道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的齐凯兄也去了，还站在C位，对不对？他在C位里面呢，你呢立场不能模糊，你就直接反对，你就不能就是说来说去，最后呢，我们齐凯兄是有一点点灰头土脸的，赶快离开，因为其实讲实话，立法院助理这件事情。立法院这些助理比这些立委，我相信3/4以上都清楚。立法院的整个立法运作是什么？连很多立法院的委员，可能连咨询稿都不会写，连法条都不知道，都是这些助理帮你弄的。结果你搞成这样子，那当然这看起来有很多社会讲说这是内部的事情。这个一个就是大概也就加起来1000人左右的事情。那为什么社会关注这么大？就是原来。蓝白立委过半之后打不死之后，你可以恶搞成这种程度，所以你的权利连这种事情你都毫无顾忌，那还有什么你会顾忌的？所以社会上会担心的是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你们这些人会顾忌的？那第二个呢？现在刚才也有风传媒今天的说是什么？也不是什么李乾隆啊，也不是什么的，后面竟然提到了一个名字CK杨，然后说这个案子是这样提出来，那就会对国民党这个党更疑虑了。你们到底谁是你们的领导者？你们地下难道有引武者吗？难道有背后灵吗？所以这个东西再延伸上去，那延伸上去再过去呢？那对国民党现在的局面当然不利，因为明年是地方选举。我也是讲实话，通常我们惯例里面，除非有重大事故，中间选民其实未必会投票。但是你今天搞成这样子的话，是国民党的。本来会投票的选民，会不会都觉得投不下去？不要想看国民党没有投不下，可能会有投不下去啊。最有的就是朱立伦吧。朱立伦支持还有一个王如玄。你要知道王如玄那个时候的军宅，最后当然是说法律上没事，可是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不投票？因为那个是他们生活相关，因为很多眷村里面对于那个军宅、眷宅，那是他们一辈子的事情，连我这种。一辈子能够吃一口饭的地方，你们都让它变成是一个牟利的工具，那个东西引起反感，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会对真正的国民党支持选民，那些助理来讲，
连助理你都把他当成虽然叫家人，但是家人反而更好，把他们的口袋掏出来，这个引起的反感，恐怕国民党也不是只有陈玉珍一个人的事。这整件事情牵扯的是1000人左右的事吗？这整件事情出现了2个，这个礼拜呢，我们有让观众朋友看到那个相关的法案的内容，其中一段就是那个实质薪资的部分，就是好，包括刚才陈玉珍委员在镜头前面有说被污蔑的部分，那他们也概括承受，也忍受，被污蔑了吗？自肥2个字是对他们上公是对他们的一个污蔑吗？实质薪资摆在那个里头，今天连包括在立法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这2天立法院的副秘书长什么被在直接答询的时候问他，在未来可不可以一个助理都不请？他直接跟你讲，要看未来有没有那个0个解释的空间。哎，不是，我们怎么会在讨论0呢？现在法案是要8个以上的助理，你现在在讨论那未来他只要不是0就可以，所以未来1个就可以吗？一个不是，我们怎么会讨论到这种事情呢？好，法案上一个是讲实质薪资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乎的有没有溯及既往的这一块。为什么要溯及既往？很清楚嘛，就是已经涉案的要不要除罪嘛？就中华民国法律会变成是这样一个修法，大家在乎的是这一次如果把实质薪资这个改过来，让助理不要再因为权益受损的话，接下来呢除罪那块，大家就过去了吗？上公，所有这些事情是他污蔑了，包括陈玉珍委员会其他所有这些委员了吗？那很简单，你看那个3点协议啦。3点协议签下去以后呢，基本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现行，不用动了。不用动了，就本来就是这样子吧。对，然后现在又说要增加福利嘛，什么资深加级、专业加级、在职进修等等补助嘛，好像变成助理的未来的福利跟权益好像看似扩大。资深加级、专业加级、在职进修等等补助嘛，好像变成助理的未来的福利跟权益好像看似扩大。但立委要的是这一些吗？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全部国家付钱。是国家付钱呢，就拿我们的人民纳税钱去付这些钱呢。所以那一些钱对立委重要吗？其实不重要当然又不是出他的钱。对，重要的在除罪化。要把立委贪污条例里面修掉。修掉。结果你看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的是钱的问题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所以钱的问题我都可以妥协。我都可以妥协。立法院出钱嘛。我只是跟现行都一样嘛。还增加你们福祉嘛？但是我要的是什么？不撤案，除罪化。我要的是除罪化了。你其他都维持原状的话，那你要什么？你又不撤案。既然原案的话，原来都这样的话，那你就撤案啊。那为什么不撤案？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嘛，要除罪化嘛。那除罪化会不会溯及既往？这个因为条文它跟会计法不一样。会计法是明定写在条文里面，95年以前、97年以前。但是陈玉珍的版本呢，在条文里面并没有明述。最关键的，他修个条文的是第13条的实施日期。实施日期要怎么定？因为这几条32条，好，包括这几条，其实你注意看它实施日期它之前的条文实施日期是自第几届开始，是有一点回溯，就是说我在第6届的第4会期修法，但我回溯到这一届，这一届从第1会期开始适用，所以它有2个条文都是说明定从哪一届开始实施。那这一个条文里面第3项什么时候实施？变问号变问号因为依据立法院所有草案立委提出来的草案或是行政院提出来的草案，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
通过，他都会打圈圈，因为它是一个不确定数嘛。立法院什么时候要通过不一定。然后中华民国几自圈几年几月几任圈起实施，所以问题是最后这一条实施条款的日期是什么？它会不会比照追溯到第几届开始实施？会不会跟前2条的实施是用采取同样的方式？换言之，我现在第4会期要结束了，我会不会追溯？我要不要追溯到第几届？所以最后关键就变成那个实施日期。实施日期哦，当然你看到了昨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就是谈到了就是小金库。那当然就是王义川问了副秘书长说，请0个可不可以？所以才会出现那一个法律解释空间0跟。我们怎么会讨论0这个数字呢？好，就在讨论这一些东西。他是昨天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王义川质询，他就质询凸显一个问题嘛：如果照这个案子过了，是不是不请立委，不请助理1个月啊？不请助理，你1个月47万多，是不是一样要拨进去？那又神了，不请助理，那有没有加班费可以领？没有助理应该没有加班费哦。但是每一个助理办公室里面的加班费是编9万多哦。那你没有请助理，加班费可不可以弄？因为我不用单据啊，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请啊。我报加班免单据，我9万多照领啊，因为你不知道我有没有请助理啊。张总，这些钱的一些的数字算法以外，这几天一直有很多人在那边讲说，其实助理才是最清楚法案，或是助理才是最清楚。每个委员有这么多的好叫陈情案好了，有什么什么这样，助理最清楚这些事情。刚刚小平也讲说，大家不要把助理都惹毛了，你怎么知道？那你刚刚讲高虹安那个案子，有很多助理就是看不过去啊。然后就会跳出来有一些，如果真的大家搞成这个，当然不是说真的大家有那种好像互相拔枪对干的那种感觉，可是你真的因为你们要罪行这些事情伤害到人家权益，你怎么知道人家会不会不爽做什么嘛？助理他对立法程序很了解，但是关键不是立法程序，你了解立法程序也没意义嘛。但是关键了解是什么？了解。我们老板最近跟一个女的走得很近。对我们老板最近见了什么厂商？我们老板最近开了什么协调会？好，我们老板最近做了什么事？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啦，实例比较好玩。曾经有一个立委在会议室跟某部会的次长开协调会，开得很不高兴。桌上的水直接泼次长哦，那录影带流出来哦，请问你怎么流出来的？离职助理流出来的，或次长密录器没有现场没有在立法院会议室那个画面，因为泼水是双方嘛，他的画面是从旁边拍出来的嘛，所以不是密录器嘛，拍出来的嘛。是。结果到最后，助理圈就开始讲就那个离职助理当天在现场拍的怎么会没有？你认为真的不会出现吗？还有一些是我还在职，我没办法。敌对政党的助理，这我们老板，就由他们来报，就由敌对阵营来报，还不止嘞，还会，我跟你讲，我写过几个案子都被告被立委告，虽然到最后不起诉，哪来的？我跟你讲我们昨天我们老板开了一个协调会，我不在现场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那我就开始问啊。所以得罪助理很好吗？得罪助理绝对不好。立委里面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我跟你讲他都不会直接说什么了。立委圈会一直传，比如说今天张启凯去，助理怎么知道你有叫你的助理不要签？因为大家都很简单嘛，我跑到你办公室联署，我跟你讲我们老板叫我不要签。刘书斌骂人，那个怎么出来？刘书斌骂人怎么办？就是拿到刘法，我跟你讲我们老板骂人，叫我们撤签，我们来撤签。你以为
我立法院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助理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哎，你现在在哪间办公室？比如说啊，我在洪建义委员办公室，哦，你在绿的。你可能隔2个会期以后再看到他变蓝的。哎，我跟你讲，我现在在钟小平办公室，他没有什么蓝绿。对啊，对啊，尤其法案，尤其法案。所以走来走去，真的惹毛这一些助理哦，真的不是很好玩了，不是很好玩是，有些时候，哎，问你一下，你老板今天晚上在哪里？好，我跟你讲哦，他跟什么人约在哪一家店里，啊，那个人就蛮敏感的，生意人啊 ，OK， 啊，不然你以为记者神通广大都可以知道立委晚上的行踪吗？哎，听说你昨天去哪一家店黑皮？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昨天去那个孤儿院，不，我硬不下去了，我回不下去了。现自重，好不好？现在没有人用孤儿院，我到义光育幼院，我常去当志工，请自重，讲真的，真的很光华，蒋夫人办的，不要打篮球，请自重，好吧？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晚上跑去哪里黑皮？做善事也要自重。那有很多都喝酒才要自重嘛，有很多助理会讲出来啊。对，刚刚上工举的对助理有什么好处啊？刚刚上工举的这些例子啊，东好也资深到，对，东好。其实刚刚讲不是说什么要拿这个去对委员好像有那个威胁的感觉，不是，而是这些事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讲的是从这个案子出来以后，那真的没有想到说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些的风波吗？刚刚讲到助理，他最守法案，他最懂委员，他最知道所有这些东西。然后甚或讲白一点，是一切都是合法的，甚或有没有灰色地带的，都在这些范围里头。然后这次传出来很多，刚才创下有提到，因为媒体上有讲说，包括有没有国民党的所谓的大金主在这里面跟这个法案会不会有关系？然后又讲说什么正副议长联谊会跟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关系？这些过程，难道国民党中央都不管这些，都不知道会闹成这么轩然大波？难道这些委员像陈英瑞文这些这么资深了，不知道会闹成这样吗？知道啊，这本来以为可以凹得过去啊。哎，我不见得他们，我不认为他们会，我觉得他们，我是觉得他们没有预料到，因为为什么？我立委提案助理是我底下的人，你们敢站出来吗？你觉得压得住？我觉得是，他们反认为压得住。我觉得是没有预料到会，他是没有想到反弹会那么大。先，我们先不要讲什么那些故事了，先讲个最简单的啦。正副议长联谊会早就拜访过了。9月底啊，这是9月底的新闻啊。干嘛？就是要把助理会除罪化啊。9月的时候，国民党刚选，还没选嘛，还是选完？选完了823节，没有，好像10月。那党主席在是10月18号才投票，对嘛？但是大罢免结束了。这么讲啊，正副议长干嘛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选民人情嘛。不是他的选民嘛，他的选民是什么？他的选民嘛，他的选民。所以我跟你讲人情嘛，那这个人情需要动到国民党立委搞成这个样子吗？立法院因为助理会被起诉的立法委员少了吗？绿白都有。不是好，正副议长是拜托议员。没有拜托立委，修立委自己讲，我都要处理议员了，我立委没有人拜托吗？没有拜托立委，修立委自己讲，我都要处理议员了，我立委没有人拜托吗？是有没有被你看到？两边人都有拜托，应该这样讲。好，那再回来河流了，应该这样。国民党本来认为这个事情不要反弹的人也不会是助理，因为你在我底下嘛，你怎么可能会反我？是没有算到。现在立法院然后只有3个立委是因为特别备案被侦办，只有1个蓝的，另外2个都不是蓝的，也不是白的。你说我修一个案子，修是别人来拜托我修立委，这个有点不成立。好啦，可是那陈玉珍他们搞这样子干嘛？他就是要解决那个助理费的问题啊。口袋里面就可以多了700多万啊，或者还是一竿里狗。
这件事解决掉除罪化，然后又所有的钱可以自己运用，我就可以一步到位，一步到位。聘助理去帮我跑选举啊，不用管立法院的事啊。助理不用聘了，你还在聘助理？不是啊，你叫人家跑，你又不给人家钱，外面的人会付钱。你比现任立委还阿爸。我讲的不是比现任立委，立法院你自己知道啊，有哪些助理是外面的人在付钱，甚至是当助理我还可以外面人找钱进来吧，甚至对，还可以跟老板拆账。对是，那是便当助理，对是有是哎，这个是确实确实啦可以跟老板拆账的助理，各政党都有，没有独后哪一党，但有的时候在某些特定时间，有些党会比较多一点，甚至哪怕是在野党还可以主导，请参考搜狗案，搜狗案是在野党跟执政党两边一起合作的哦。好，那你回来看这个事情，其实国民党党中央在装死嘛。刘雪琴讲过一次以后就不讲话了，水深嘛，没有利益的事情，陈玉珍那么拼，你只要告诉我现在你这个法到底在修什么嘛？它有比原来规定更好吗？它比原来规定更好，就有一件事情嘛，立委的钱变多了嘛，就700万，就至少700万摆在那里嘛。加薪资1年1000多万。是啊，1年多1000呢。立委的薪资，先不讲有没有要除罪化，我就多1000万呢。那你知道这个案子，如果照昨天邱明玉的想法，如果这个案子过，对他们来讲的话，多鼓舞啊！他觉得他决定要去选。然后很多人都这么说，对这个案子如果过，他们要去选，但是他的政见就不聘助理、不跑服务，什么都不做。我当一届，对，我当一届就好。对，名誉的想法错了。选还要花钱。要学什么？不分区要像翁小玲这样子。他担心助理不够优秀。翁小玲他福利增加了，我们担心他不够优秀，还拿他没辙。你这一题的重点画错了。翁小玲的意思是他要攻读生。对，他攻读生小玉不要选，他是我的选区，中正在公馆，会冲突。你知道，因为没有再也没有规定助理是什么样态喽。对，助理到时候的助理是什么？有发证的就叫助理。他的薪水是不是从我这边拨出去的？还是我合作的对象赞助他的？还是他跟我讲说，老板，你什么钱都不要付，我自己处理我自己，你只要给我助理证就好。然后呢，翁小玲就是新样态啊，还有一种叫工读生。我可以叫我的学生来 part time 啊，时薪200可以吧？还是再多一点250？好不好？算1个小时1个小时。我有违法吗？也就是回过来看，你不要这样。翁小玲还说，那因为钱不够多，他觉得聘得不够优秀，他要请律师、会计师，还有所有相关这些来当助理。哇，欧盟常是这样子，可以请到这样的人。是，可以啊。对啊，那搞不好那个会计师、律师到时候都是志工，但是领有助理证的志工，可以不可以？没有违法吧？我跟你讲哈，立法院的助理证啊，你要看，如果你发现他拿出来的是属于那个硬卡的，好，硬卡的可以插入那个有读片晶片的那个叫公费助理。还有一种是纸张贴相片的，那个是非公费助理。还有分2种，陈玉珍不是你看到的助理证都一样哦。陈玉珍的修完以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他已经没有公费助理了嘛？对啊，大家都一样嘛。所以不用讨论公费助理了，就你花那么大力去修这个法，你有变得更好吗？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可以告诉我，国民党主导陈玉珍要去修这个法律，你们联署了那么多，你们28个人下去，那么多人下去联署啊，还有一个是无党籍的那个高金素梅，他好在哪里啊？除了钱变多，没有责任之外，我看不到啊。我自己看过的。立委跟业者见面，旁边带助理啊，因为那个立委也很信任我，所以我也在旁边，所以我不能讲他的名字啊。讲来听听嘛。你也认识啊？那不用讲。但是业务立委没有助理手，
后来呢，立委就告诉对方说，那以后所有事情就找他。这个助理是有薪水的。那当年那个事情是成功的 ，pass 过关。当然会有利益。那后面呢，就是拆账。那个助理后来变老板，他自己成立了公司。可是，建华，可是这几天你看到，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还有那个什么查水表的新闻出来，还有什么？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说有没有收证？我不知道收证是要干什么。助理在那边抗议有什么好收证的？连这些新闻都有，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因为每次这个新闻出来，就有人出来跟你讲说假讯息啊什么什么。但对助理来讲，那个心理压力势必会有嘛，那是要造成压力。对。那这件事情大家讲是误判到不知道会闹到这么大事，第一个觉得压得住嘛？就我的员工，你们怎么会出来？然后这样，但显然不是。但其实刚上公一开始讲，其实包括媒体人，大家在节目，我相信2位议员也是，大家更在乎的是那个除罪化的问题。对整个社会，它有另外一段，它叫相对剥夺感的问题。你说不是自肥那就算了，但你的薪水确实那变实质薪水嘛。它就入你的户头，你用1个用2个也可以，它就变成是这样。好，另外是相对是有很多的法案，像现在不是在讲说那个基层军人要不要加薪的这个案子，然后因为这个案子某种程度也挡了包括总预算所有这些，但这个助理被砍，那助理不止助理跳脚，他会有一个相对剥夺感一些问题，那个相对剥夺感还会出现在所有的民众。你以为现在大家生活真的都好到这个样子吗？然后你们要这样加就这样加了，那对民众观感又会怎么样？它是环环相扣才会闹成这样子啊。对，民众观感其实2个啦。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这几天听到哈，就一般民间的声音，真的有人已经在讲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贪污的行为合法化了？所以贪污合法化是民众很反感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是大家看到哈这些数字背后啊，会有很强烈的这个相对剥夺感的问题啦。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小玉的数字是我算给他的，但他少算了一些数字，实际数字来得更高。所以是因为看完你的数字，他才觉得，因为我们为什么交错了？没有，因为那时候数字还都的不完整，还少低估了哈。那所以在而且要注意哦，小玉讲的是6都的市议员哦，他讲的不是立法委员哦。所以你看到在这次里面，为什么说民众会有强烈剥夺感？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修法里面，民众感觉到很强烈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希望呢国家给钱，但是什么都不要管。就国家给钱给这些立法委员，给这些市议员，但是什么都不要管。那为什么什么都不要管？那至少看到有4件事情在这次修法里面是很大的差异的。第一件事情的差异是说，他把本来说立法院这个给的钱啊56万，等于说56万告诉你说要请8到14个人，但是呢现在把8到14个人直接数字都拿掉了，拿掉就是说变成只是设置助理若干人，用若干来取掉原来8到14个人，所以完全没有做限制在里面，这是第一个拿掉了。第二个，他把这个公费改成助理费，意思就是你知道陈玉珍为什么今天被呛虾的时候有那个呛虾吗？陈玉珍说一句话说，我把助理当家人，这一句话为什么被呛虾？旁边有人是在叫他不要讲插话，为什么不要讲插话？因为他会认为说你这个把公费2个字拿掉变助理费，你摆明要把大家变成像家奴跟家臣一样嘛，所以这就是现场为什么有人呛虾的原因嘛。那第3个呢，等于说这个款项都是进到这些民代的户头里面，由民代自己去做分配，自己去做分配，这牵动到第4件事情哦。照理说，你如果提供单据、提供任何佐证的资料，大家可能勉强心态还可以接受一下。但是呢，第4个点就是告诉大家说，你里面还不用减负那些检具的核销啦，等于说这些凭证呢，通通都不需要，也免了。所以换言之，就回到那一句话，你就是要国家付钱，但国家什么都不要管。那这笔钱国家付了之后呢，全部由民代自己来做支配跟应用。所以这里面呢，大家就开始这个算数字为什么算数字？来，你看立委个人的薪资加他的这个政府提供的相关问政的业务经费，这个部分加起来大概是381万左右。可是下面第2块我列出来是第2块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原来公费助理专款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你看1个月大概是47万，加班费是9万4千多，然后呢包括年终奖金，所以这一块是751万6980块哦。这里还不包括还有另外一条，我也觉得很夸张了，就是健检的部分。健检的钱也是到这个委员的户头里面去，但是呢，这个部分呢，他减负的凭证你也不需要他出。好，那你就很好奇一件事，就连健检这件事情，你也不要他这个健检的收据跟凭证，请问这个钱你不就等于是都给了他吗？
是呢，这个部分呢，他减负的凭证你也不需要他出。好，那你就很好奇一件事，就连健检这件事情，你也不要他这个健检的收据跟凭证，请问这个钱你不就等于是都给了他吗？他就算请的是0人1人，哈，就算1人好了，那他实际上花了多少，其实你也不知道，也无从查证。所以你等于算这一块看下来，这立委等于修法之后，他个人账户可支配的部分。因为都是由立委自己说了算嘛，所以可支配的金额高达1133.6484块，所以这比他原来可支配的金额，因为本来第二块哈，在第二项的部分是他本人不能支配的嘛，因为是立法院直接拨款的嘛。对。那当变成委员可支配了之后呢，委员针对个人账户1年可支配的部分呢，成长了将近3倍，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了，这等于是另外一种的变相帮自己实质加薪呐。那民间很多人会用自肥2个字来形容，那你就要问一件事了，请问哦。当民众看到说你立委好，本来政府给你1年380万的时候呢，包含你问这个钱的时候，本来在民间你觉得这薪水已经不算低了哦，但是你又替自己加了751万上去，请问对于民众看起来直接自肥到3倍的这个幅度，民众能够接受吗？好，这个是立委的部分哦，但是这个立委不能让大家觉得说这部分吓一跳。其实呢，因为这一次陈玉珍他们要修法的部分是连议员的部分都要拉进去了，所以不管在座的议员同不同意，陈玉珍是把大家都拉进去，你看哦，在6都的部分拉出来的金额，这就是昨天小玉讲的那个金额啦。这个在第2块，第1块是议员的部分，第2块是这个助理的部分。助理的部分等于1年哦，这个金额从助理的这个费用，然后到加班费，然后到春节的奖金，加起来大概是508万8千块。那你就要问一件事呢，小玉抓到最极端的案例是说，这500万呢，等于说这个委员自己都不请助理，然后呢，我只打算做1届，做1届之后我也不连任。那4年下来，请问是多少？2000万呢？2000万呢？刚刚我们看那个立委的部分，这个立委的部分4年是3000万哦，然后到了6都的4000多万，700，我说751万，我讲是750万增加了我们保守一点，3700就好。你算把我们算太低了，4年要3000万了，我们有3000万哦。对，那我这边在讲的是说，他这个纯粹就是就助理的部分，所以等于说这一次在增加这508万的部分，等于实质增加是多少呢？实质增加啦，就是对6都的市议员实质可支配的部分增加是3.18倍。这个数字呢，3.18倍，跟刚刚我们在讲立委的部分，其实3倍都是很接近的数字。那你就要问哦，这对民众来讲啦，这个刚刚这个我们讲说小玉他说他抓最极端的案例。4年我都不请任何一个助理的话，这样也有2000万。我只打算做1届2000万，这个等于说4年的时间呢，2000万，你知道这对多少人来讲，这是多大的？小玉就会说，我就不上节目了，上什么节目啊？2000万，那我去争取不分区好了，立委那个4000多万。所以这就是我讲，你看这2000万呢，小玉讲那个例子，你看做这个4年的时间，对大家来讲诱因有多大？然后呢，非6都哦，我们讲过第3个状况，非6都哦。非6都一般的县市哦，你看一样是第2块的部分哦。非6都的县市这个公费助理，然后加加班费加春节的这个慰劳金，加起来也有254万啊，也就是4年下来也有1000万哦。所以1000万、2000万、3000万，这个急剧的落差，大家去想想看啦。从非6都的县市议员，然后到6都，然后到这个立法委员，这1000万、2000万、3000万4年一任的差距，请问一下，对一般民众来讲，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感觉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你实际数字算下去之后呢，这个恐怕人家开玩笑说，这个对大家来讲，这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辈子这个财务自由翻身的诱因就在这里面，选一次试试看，登记一下都没有关系，这个拿房贷贷出来搏一下，搞不好就有机会搏个1000万、2000万的落差。但以上纯属玩笑话。回到这事情的本身，请问大家看到这样的修法方式，要求政府呢，只要付钱，什么都不要管，纳税人什么都看不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更进步的立法，这是一个让这个大家看到更透明的立法。请问透明在哪里？进步在哪里？恐怕对大家来讲，这都是一个心里面的疑问啊。OK。其实现场要对2位议员说拍谁了，就是大家在这地方，包括你说选的过程这么辛苦，然后服务选民要那么辛苦，结果过程当中大家会考谁？我相信说不只是现场来宾的，你到地方上，刚讲的有很多地方上呢，如果听到是这个样子，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满，也会讲出像这样一些声音。那来建议，那这个过程好了，当然。那韩院长有很多助理那时候说，那希望院长说话啦，希望什么？韩院长要出来讲，他压力也很大。然后助理长他们压力更大，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现在面对到这些事情，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看起来是整个挡下来。虽然刚一开始创下跟上公讲说，那个就是感觉上大不了回到以前，或甚至那里头是不是未来还有什么猫腻在那个里头？
但现在整体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对绿营来讲的话，看到这样，因为绿营是整个表态，说在这里面就是不同意要做这样做。那你们看到现在呢，包括蓝营跟白营现在的做法呢？没有，我个人认为刚才亲王算的那个金额，让我整个人都醒来了。我都不知道，我如果不请助理，我可以拿这么多。哎，说真的，这个我当民意代表20年，当助理好几年，我现在终于感觉，真的如果是这样，那真的不错。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样有点污名化议员。这一件事情。第二个，现在他们遇到的蓝白现在修这个法遇到的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他要除罪，第二个层次大家关心的钱的这个方向，那我应该讲说，大家要不要忘记了，议员、民意代表的助理跟民意代表本身，他是属于犯罪时广义的公务人员哦。那如果没有错，是加重其徒刑1/2，所以我们做事情要更小心。那如果照这样来讲，法是要越修越好，怎么会越修越倒退呢？国民党陈玉珍他们当时候去修这个法，我相信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只是没有去考虑到助理这一块会反弹这么大，他们甚至于对媒体的回应，大家都有一套，包含陈玉珍，我就是不撤，我正当性够，甚至于最后面被骂到差不多，又把议员代表全部拉进来背书。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想到说反弹声音有这么大，所以我必须要讲，何去先明一件事情，连联合报的黑白集都叫陈玉珍该撤案了。为什么？陈玉珍若坚不撤案，将使蓝营陷于不利境界。明年要选举，那这个情况就代表黑白集会这样想，就代表蓝营里面其实是分裂的，不见得每个人都支持这样一个提案。那至于提案的这个部分到底好与坏？我只能说除罪化这部分讨论，我觉得大家应该更深思熟虑一下。我也要呼吁陈玉珍，你要记得，民调有做出来，到底针对这所谓的助理费不需要单据跟贪污助理费的除罪化这个部分，一个84%，一个79%这么高，这个要请大家看一下，这是最新出来的民调。那讲回来，陈玉珍今天到现场去被人家虚，不要讲插话。我凭良心讲，这3个什么相关的一个共识1、2、3，我从头看到尾看了2次。我个人认为，陈玉珍你起码是在睁眼说瞎话。为什么？这3个重点，假设我不请助理，跟这3个重点有关系吗？我就不爱请嘛，我都不爱请嘛。我就是一个都不请，我全部变当助理。你这3个有跟没有什么差别？我还是呼吁啦，呼吁这个陈玉珍委员真的是不是要撤案？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一句话，我是民意代表，我干了20年，我不希望回到旧制，我也不要帮你背书，因为我认为我的助理真的很辛苦，没有你们想象，有些人走媒体，他不请助理，一个人或者请个人接电话工读生，那所有薪水他领，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助理费永远不够用。特别是我们讲现实一点，根本不用，大概不用看民调的一些数字。这个案子如果是照原来那个一路这样走，现在虽然说有没有转圜，未来要不要再修啦或什么，光前面这一段的发酵，对2026，我先不要讲到2028了，对2026会不会有影响？刚才大家所提到考 C 的那些词，什么自肥啦，什么除罪化，这些词只要一出来，一定有影响吧？那个时候你刚刚讲说，对，是吃多嚼不烂，这怎么会一开始就要贪心到要把所有这样？但问题是我刚刚讲两个重点而已啊，一个就是除罪化的部分啊，对以前犯案的除罪，另外一个就是钱，刚讲到那个钱如果全部到最后会变成某种程度那个自己的薪资会膨胀嘛，因为实质薪资在那，要看你怎么用嘛，变小金库。这些都没有算过。刚才讲，当联合报的黑白集都说撤吧，这是最单纯的一件事。可是不撤的原因是因为撤会觉得不只是面子问题，感觉这样是从头错到尾，是因为这样吗？面子问题不重要，选票掉了是大事，是吗？其实陈昭之有透露一个曙光，一个讯息啊。我先讲大方向，领袖要有方向感，政党也一样。当初民进党犯了大错，罢32比0全输，一个都没罢掉。那个时候是我们空前的好，因为他们犯错。那当初我也问了，不是我们组织动员强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赢吗？我也去问，我是一个老议员，是因为经济蓝、知识蓝的年轻人跟中间选民，他不希望国民党亡掉。如果有一天，就好像
马英九打败谢长廷的时候赢了200多万票，那时候民进党跟中间选民想什么？不要让民进党往的有制衡的大就不能让规划旁体。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个大气候。我先讲，再讲小的东西，再讲下来哈。然后呢，再回到怎么样？我也替陈玉珍是不是惹了很多麻烦？我也替他讲一句话，请问是陈玉珍要弄的吗？那是谁呢？那是因为本岛的人拜托陈玉珍是金门的人弄，因为台湾有差票，金门没差，对吧？请问是陈玉珍要弄的吗？那是谁呢？那是因为本岛的人拜托陈玉珍是金门的人弄，因为台湾有差票，金门没差，对吧？都是老先尬在做哦。那本岛谁呢？他就怀璧其罪，因为他票太多，你知道陈玉珍这些票太多。是我不金门他选县长不会赢吗？他会赢，他就算没撤案，他还是会赢，你们信不信？这是个常识。那问题是对台湾好，你说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在台湾要选举，台湾的人没意思嘛？那就我帮他讲一句话，是这麻烦他惹的，他放到非议还被人家讲，你不要讲话。可是陈玉珍是不是有没有一点待人受过？在你节目面对讲很公正的话。好，第二点，看你到现在还不讲，到底是谁叫他待人受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陈峰的人。我觉得是应该分两，刚上公讲了2部分了。第一，还有东华也有讲，这是少数立委加很多的议员，议员是议长拜托嘛，那议长都很大了嘛，议长都是高层的嘛，然后还扯到蓝白就不够意思。黄国昌假仁假义，你知道吗？有哪一段？这个里面难道没有把高虹安除罪化的因子吗？没有吗？有吧？这还是常识问题。然后一出事以后，火烧连环船，我就一副就那高大上样，就很讨厌的样子。人家说他会另提版本。对。好啊，那我为什么讲到陈昭之？好，我回到源头，这案子好。撤是上撤，黑白机都说了，撤不撤的话你们小伟制作人我说吃多嚼不烂，他也听不大懂，可能我们这个年纪才听得懂啊，太年轻了，制作人年轻点制作人好，然后我觉得是要脱钩，那个什么钱放在立委议员那边，那是1毛钱都不能碰的，那这个先切掉，好，那再回到这块除罪化，陈昭之讲了，我讲欧盟的例子好不好？欧盟怎么样？欧盟就是你说。高虹安为了30几万就弄到新竹市长丢掉，要如果2审也输，然后上诉也输，要锒铛入狱。我觉得他做这个事是不对，可是不是过头？有可能助理费，所以助理费是变成诈欺。那欧盟是说你被抓到我就罚款，就是助理就是你污助理的钱啊，欧盟的国会的议员啊，然后有一定的罚则，除了吐出来还要罚钱，跟。这个罪是不是叫诈欺罪？我觉得陈昭之有点往这个方向在那边修，那而且我觉得往这边修的话，最后的折中版本这样子才可能会过。就是也实质帮到了某些人，但社会帮到高虹安，也严宽恒也帮到了嘛，对不对？是不是？那还有些议员嘛，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不能说取法乎中，这个没有中的问题，因为青年。不清点是0分跟100分，没有50分的问题。可是我认为这个方向转的话，有一点台阶下，也相对好了。我的看法。可是我搞不懂，对不起，我问，你就是讲到后来讲来讲去，只是换一个罪名而已嘛。那为什么我们要给国民党台阶下？我同意，就是我现在只是你还是除罪啊。我谈的是整个大的方向，现在糜烂至此，那怎么样善了，以及他们的初衷。你就他提案。他还没有想撤陈玉珍，他没有折中版我讲为什么不能撤呢？他也不见得愿意也不见得。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个不能撤呢？撤掉以后，你一定要那个8票嘛，你没有那个白这是让白跟绿站在一起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反正说他们瞬息万变。他说他们不表态，不，他们也是会离开议事厅。小平刚提的这件事情，好了，就是钱的问题解决，那不要钱别提了，钱别提了。可是我刚讲这件事情只有2个重点。一个就是会不会对既有案件除罪，第二个就是会不会让所有的民意代表变成大家有人口中所谓的自赔，就是变成实质薪资，你真的会拿来用在助理身上吗？小平刚讲说那个不知道未来所谓的折中法案，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猫腻的地方，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上空那个眉头已经皱到不知道怎么样。建议这个地方东豪这边都有意见，这一段会不会出现在一个地方？来，各位注意这句话：蓝营推助理除罪化全面炸锅，白银要提折中版本。
黄他们白银是说不会全面除罪化。这个多有艺术这句话。什么叫不会全面除罪化？还是要除罪啊？什么叫不会全面？来，所以未来大家现在重点不撤案的原因，就是因为摆个伏笔在后面，钱的问题好得罪不起助理算了。所以犯了罪的前面以前出现的事情，大家一笔勾销，是这样吗？上钩眉头皱成这样子，因为你要知道，换个罪名，他可能就跳脱了贪污治罪选罢不是选罢法的排黑条款，对，排黑条款，对，因为贪污治罪条例是明定判刑确定，是这一辈子你都别想选举，终身不得参选，你都不能选举的哦，但是你换个罪名，可能你就跳到那一个排黑条款之外贪污治罪条例变成诈欺的罪名，你可能就跳到那个排黑条款里面之外就排除掉。所以你换个罪名，不是只是看你说在刑法上面是用刑法还是用贪污治罪条例，你还要回到选举罢免法，你可能排黑条款，你就跳出去咯。你可以参选，不必终身不能选举哦。你还可以跳过去哦。所以它不是只是换个罪名的事情而已，好像不对，贪污治罪条例你换成诈欺啊，贪污治罪条例比较重，你换诈欺，你可能是以后你都还可以选举哦。更何况这整个我不知道，因为小平刚刚举欧盟的例子，如果照小平讲欧盟的例子，未来那个版本折中版本不晓得会不会变成刚讲就是罚款嘛？罚一罚，那个连刚才讲的罪名都不见了。欧盟是这样，你要知道未来折中版本德国就这样，德国你知道为什么会列为贪污治罪条例？因为那是公家的钱，那是公款，才会是贪污治罪条例。如果那是民间的钱，你就不会用贪污治罪条例。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各位，记得那个清洁队员吗？32块，各位记得那个清洁队员吗？32块，一个还可以堪用的电锅，为了帮一个拾荒的老妇人，就被判刑。然后接下来还有褫夺公权，然后现在我们大家这边在讨论的是帮这些如果有涉及到案子的人解套，这样会不会太严啦？大家要不要看看解套？建议这社会到底？我个人认为，刚才小平讲的部分哦，我只能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没有理由，这个就是相对剥夺感，民众看在眼里。我们先不讲钱，什么大水库、小水库、薪水或怎么样，我们就讲这个除罪化。为什么这样的污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变成无罪，而且还溯及既往？重点在这里。那听到小平所讲的，感觉起来就是替特定人士找台阶嘛。严宽仁，我不是帮谁找台阶，我是分析你们民进党也有两个形势演化，你们民进党也有两个助理备案的立委哈。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好处是民进党反对民进党全部都反对。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不要把百姓当成笨蛋。那你如果真的如同上次在节目里面讲，守法真的有那么难吗？我做民意代表20年，我还钱没够用呢，我还拿薪水出来贴。那这个部分难道真的守法不能用98%规规矩矩的人来配合2%的人，或者1%违法的人？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哦，小平所讲的，那我给予尊重。但陈玉珍，我们也知道他可能是戴罪羔羊，他替说你都已经他不是戴罪羔羊了。他是知道事情的人啊！是你都一定要选县长的人，立院的这些助理费关你什么事啊？他拿了钱可以去选举啊，多1000万呢，不用单去哎。他现在要选举的话，他请他助理跑也合理啊。这个本来就是在政治界里面，本来全部在金门也可以。是啊，对。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你要感受到的是民众的那个相对剥夺感。以后若干名一个立委可以请300个助理。还是一句话啦，但是不花钱，他这么老还这么死性子，为什么？我还是一句话，真的该撤案，不要再玩了。这件事情好，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那看起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没有要撤案嘛？就是折中版本，又什么折中版本，又什么这些，没关系，那大家就看着两个重点，一个是有没有涉及到特定案件的除罪化的问题，有没有涉及既往的问题，第二个钱的问题，就这两个。那不管叫折中版本、什么样的版本、修正版本，未来大家来看
哪一个阵营在这里面谁都不要取巧，看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这里面因为刚刚讨论到，包括黄昌带领的白营。我这样讲对吗？是柯文哲带领的白营，还是黄国昌带领的白营？都可以。在立法院你可以讲黄国昌。对，可以嘛？对，因为他还是总召嘛。2月1号以后就不要讲黄国昌。OK， 好，那对白营来讲的话，那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现在好媒体上的讯息，第一个当然大家知道从昨天开始。那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个金华城案，那包括证据提示，包括接下来要言辞辩论，所有这些的过程。那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是不是因为媒体上讲说那时候狗仔门案的那个案子，检调是不是已经开始约谈，包括谢兴恩啦这相关的一些人，未来又会是怎么样？好，我们一个人来看，现在看起来这所有的状况一路往下走，我比较建议你自己看柯文哲讲说要捍卫公务员的尊严，他在镜头讲，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台北市的市政发展。什么？他把公务员搞惨了，好不好？不是，我又不是柯文哲。你问洪建，不是我，对不起，对不起，柯文哲，不要生气。他为了什么？台北市政发展，他为了自重，他为了公务员的尊严，他为了中华民国所有国民大家的什么公平正义啦、道德啊，所有这些，所以他才要争这个啊。我个人认为，他最近所有的动作的起手式，不管是在法庭或者是跟黄国昌直播，他都是有计划性的。那他现在可能要把自己列为所谓的反律最大指挥官所有的人，他甚至于认为说反律的舵手，对，甚至于说他期待郑丽文你继续亲中，反正你国民党分裂，最后面一定不会投民进党啊，那我就是概括承受这些选票。所以柯文哲包含昨天的这个新闻，包含什么土城实讲，林清杰都赶快拜托你卖过来公问投降，这等等的问题，其实在网络上是发酵的。那也刚好中了柯文哲的一个计策了。因为柯文哲现在你说什么公务人员除罪化，我觉得他还是在消遣公务人员。其实网络上还有另外一票的消息，但是没有盖过于他在操作的这个网络声量。你到底有没有踩飞轮拿300万？你到底有没有收人家谢国良的200万呢？这些东西有没有人拿了500万橘子杯走什么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你现在在避重就轻，包含昨天在讨论的什么摄影等等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要所谓的直播等等的这些相关，你在踩飞轮收钱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播？这是网络上的，不要再去污蔑公务人员。公务人员，你说邵秀佩的做法，我个人认为邵秀佩可怜呐，邵秀佩，我们都太了解他的个性，他有些时候去跟他沟通法案，跟他在了解那个所谓的那个条例的时候，有时候他比谁都硬。那你说这个时候，当然整个过程，黄锦茂有没有施压给他，或柯文哲怎么样等等，包含林选里这些人被他只是因为不照他的话。大湾北段的事情马上当天拔掉，这些事情都历历在案。你说哪个公务人员不会怕他？不要再去污蔑公务人员，也不要再拿公务人员当借口。你要回归政治，我讲你搞啦，你政治要去操作，你搞啦。那真的昨天声量也让他操作起来了，但重点针对这个司法的案件，你还是没有正面回应，直球对决。所以柯文哲现在的做法还是拿着公务人员。在假道学，在说公务人员可怜呐，我要保护公务人员。错，你要保护公务人员，你当时候就应该所有的事情承认，而不是这样子似是而非的，大概去转移焦点。我还是回归一句话，柯文哲都啊后就后，你现在还要想说政治上要怎么样操作，那是你的事，但是不要在这个时候又消费了公务人员。小品，其实这整件事情除了柯文哲，你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能够掌握到媒体所有的氛围的一个高手。那所以你看出来，包括不敢讲土城师讲的，他把当时那一段，然后就直接化成他可以跟他的小草啦，或所有这些，然后保诺啦，所有的一些。你刚才讲2月1号说不要再提黄国昌的这些，虽然他还是党主席，所以对你们未来呢，宜兰的陈晚会那句话你怎么解读？柯文哲叫我退，只有柯文哲叫我退，我才会退。那你们会不会破局？陈晚会就实的这个确定要选到底的酷谁，那就证明叫做皇下而科上，或者他们的权力的更迭嘛，好。然后呢，柯文哲还说要搞到7月8月，新北市，昨天我送那个我们副市长菠菜嘛，希望他去打败大海盗，就希望他当选，好。重点就是，
2024为什么败了一败涂地，而且折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就是声望这么高6星级的新北市长？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对蓝白合没有准备好，我们根本没有补救措施，说他6点协议签了以后他反悔。当你没有准备好以后，你没有这样的安全半膜的时候，他反悔了之后，你就一败涂地，全死绝。我同意吧？大家都同意我这样子讲。同样的，他那时候是26%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票是大的啊，政党有300，他有300多票。现在啊，他是王小二过年呢。你知道黄国昌跟柯文哲？他们都属于熊猫。对不起，我要讲一下，我又怕你说那个观众太年轻。那王小二过年，那下一句要接下来，一年不如一年，你要讲啊，要不然人家不知道王小二过年，你又要嫌大家年轻。一年不如一年哈。啊，你不要在那边老王卖瓜。你干嘛讲王院长？不要乱讲。好，开玩笑。然后他们2个人哈，就是熊猫。请问熊猫吃什么？吃竹子。竹子的养分很低，就吃了一大堆竹子就那样，所以黄国昌跟柯文哲土城10讲啊，那国家什么10大团结啦、赖清德啊，讲声量很大，直播有几万人，没有养分嘛，所以黄国昌跟柯文哲土城10讲啊，那国家什么10大团结啦、赖清德啊，讲声量很大，直播有几万人，没有养分嘛。魏晋南北朝最有名叫骈体文，你知道文章是文以载道，对不对？骈体文就是你对仗工整，非常华丽。哎，对，可是他们内容肚子空空，好不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且你又吃竹子。吃竹子干嘛？营养很差，新闻好大，跟票好少哦，8%怎么样？我们吃国民党吃蛋白质就不一样哈我们蛋白质是助理费吗？不是，我们这里我是蛋，我们这里我是蛋白质女孩，好不好？对啊，你要把助理费当母亲蛋白，对不对？这本书好，再拉回来哈，然后怎样？你去上新闻嘛，那你民调嘞？你的黄国昌怎么去跟我们这个李世川比？但今天黄国昌可怜呐，可怜在哪里？第一个可怜是2月1号不是立委的可怜吧？就跟他要了半天，不可怜哦，不可怜。好，第二可怜是什么？我不想选新北市，我也搞不过李世川，我可不可以退？不能退，你是锥子，你可以给他插死他。柯文哲只有8%政党，也没安好心，我愿意跟你合，蓝白合。还有我接续洪建义讲的话，什么话？你今天这个法律只有违背职务不违职务的问题，图利是铁板钉钉。那你可以拉到你以为真的是曼德拉？看了一本曼德拉书，你就是台湾曼德拉了。我就讲道德、政治，然后那些检察官是撒旦。哦，你以为你是圣人啊？你是孔孟，我又不是学儒家的，你孔孟哲学啊？不要这样子搞政治好不好？你知道，你今天我是他见过态度最坏的。那个被起诉的这个叫做嫌疑犯，好了，还没判刑嘛哈。你今天用道德去诉求，你是圣人呐？那殷小薇还去在借由这个质询6分钟的质询预算质询讲完说，哎呀这些万安你要小心呐，我跟你讲被公务员害死。他逻辑说公务员害我，害阿北哦，你也会被他搞死，你也会倒霉。好，马上给你加保500万。这些公务员，我就是洪建义讲的可怜2个字。这个公务员黄锦茂、邵秀佩、洪正生，哪一个当初愿意做啊？所有不愿意跟你同流合污的，通通都干掉，邓家基干掉，苏立琼干掉，然后林清荣干掉，然后这个突发局长哈，这个林周明干掉，然后愿意苟且偷生、贪恋官位的人，就跟你沆瀣一气，然后有些人认罪了就罪轻一点，不认罪罪就很重。我现在讲的市政跟道德的层面，你给财团120亿，你今天不要讲犯不犯法，你今天请问你为什么要投你民众党？年轻、干净、高学历，对吧？同不同意？我没了。那你这样是干净吗？你这个党是干净的吗？你明明做了那么多肮脏的事，还用干净来做诉求？你以为你喝露水的啊？你是不是？你以为你西施晚纱那边你是大美女啊？不是嘛？拜托，你要为了政治脱罪，我知道你现在两边游走。你要把国民党搞死，
那国民党搞倒，他灵感可能来自于新党。新党当初的宗旨是什么？新党是不是国民党出来的？因为李登辉搞台独啊，所以他的宗旨叫做新党从国民党出来，新党 VS 老 K， 那叫做回党、造党、再进党。你们听懂的概念？他是回党，毁掉国民党阿贝，然后这个回党，然后再进来吃我们的票。他的策略很清楚，我两边游走。今天国民党倒掉是阿贝最大的政治利益嘛，对官司对政党的发展嘛。这个郑丽文哈主席他要蓝白合，我也投，这我们都支持大方向，因为合起来比较多嘛，不合不会赢嘛。可是合的过程你要有安全半膜，万一他耍诈，国民党不可以像2024那样一败涂地，一命呜呼哀哉。不过现在看起来，创下。如果刚刚赵小平讲的这么义愤填膺的这些，可是国民党难道高层不知道吗？郑丽文主席最近一连串的，你说很多的一些的言论啊，会不会在民调上面讲说会被亲中的一些的问题，真的会造就变成柯文哲得利吗？蓝绿白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啊。你说光不讲别的，蓝营个助理费的问题，自己里面就已经搞成是这样的，白营两个太阳的问题，好了，我知道有很多人说不是两个太阳，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柯文哲跟黄国昌那两个人内部的这些，那绿营不要讲，其实绿营最近你说不管是因为财划法，然后或是行政院要不要执行或不附属这些问题，绿营内部也有一些他们这些的问题啊。所以，但是对柯文哲来讲，他反而在这里面局势越来天下大乱，局势大好，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基本上先问一件事情，你在网络上问谁是郑丽文？大家搞不清楚了耶，他的声量已经掉了9掉了1/10了，1/10了嘛。然后郑丽文的这个杀伤力或他的言论、他的状况，然后后面呢，关于刚刚讲助理费案，他们也不是看报纸才知道吗？郑丽文其实真的有这么实质的像是国民党党主席吗？真的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吗？所以郑丽文知道也无能为力了。其实郑丽文，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的状况。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要上述讲的吧，就是《水浒传》梁山伯各有各的山头，那各有各的山头。郑丽文呢，显然还不是宋公明，他可能是共产那边的晁盖而已，是不是？他不是及时雨，是午后雷阵雨。对啊，他是天王晁盖，是。然后你会看到嘛，他下了高雄之后，对不对？上一次柯志恩说我是支持中华民国，对啊。然后这一次他有几个大咖。国民党有分量的人跟他站在一起，好，这是国民党情况。好，民进党呢，虽然现在的整个民调的支持度有点上滑，有点上扬，赖清德的信任度，可是民进党坦白讲，你看了半天哦，他还是没有扩张。你要看到这基本的，对，民进党没有扩张。而没有扩张之后呢，然后当一个行政院长开始用我们当年学生时代的恶法非法的时候，很多民进党走过那段路的人。都觉得很奇怪，抵抗权那是梭罗讲的，梭罗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行政院长抵抗权也是很奇怪，所以连民进党内部很多人也开始觉得怪怪的。好，那现在回来了，那明天总是要投票嘛？那要投票的时候，都这么多的两党，其实要把他们自己的支持群振奋起来，都有困难的时候，一块无主物，而这块无主物谁来收？然后现在有一个，反正呢，死猪不怕开水烫。判决书一定会出来，而且你看他最近的一个答辩的状况，一个整个的状况就是判决是什么，心里有数，但不重要啊，反正明年他又不选，他明年是要亲征南部，他要去坐镇调这个盘，对，那做这个局之后，所以明年反而就是你这么多失望的人，但是很多的票无主物，至少我站在前面，至少我给你。一些声量，他要去家暴柯志恩跟谢龙介，到南部没有家暴，他跟蓝白合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家暴，好不好？没有，他要跟你们玩到8、9月，是，到时候你们要不要跟他交换一些提名？要嘛，所以他其实就是柯文哲，其实是绝对的工具主义。工具上他就是你跟他讲什么政治上、司法上、公务人员。对现实主义来讲，这都不重要。核心利益就是它可以捡便宜。而这个捡便宜，除了是这个大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国民党也不行啊，你卢秀燕也撑不起来呀，韩国瑜也有尴尬啊，蒋万安也有尴尬，而且事实上坦白讲，刚刚讲这几个名字也不需要理郑丽文。所以整个情况，那至于民进党呢，坦白讲，赖清德、赖威廉，他现在能够把民进党给扩大到多少？
也没看到嘛。然后现在呢，你会看到是多少的民进党的人多希望的是萧美琴来占猫浮选。所以你看民进党内部其实也复杂。那卓荣泰那更不用讲。所以这个环境之下，吴主务、柯文哲正在准备。OK， 庆王，对洪昌主席来讲，狗仔门啊，所有相关这些案子，会造成他未来在从政生涯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吗？因为这2天不是讲说，第一个，那检调开始约谈，像谢先生他们，虽然是无保请回，但是开始约谈这些动作。那今天有一篇的报道，甚或直接讲到调查局当初有希望申请搜索，对，只是北院打回票。这个案子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好，我分2个部分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黄国昌跟柯文哲之间的2个太阳啊，坦白说，这件事情在民众党党内仍然是存在的。那黄国昌自己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当然知道，所以呢，等于说现在呢，他跟柯文哲之间呢，貌似好像啊，大家这个合作关系，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2个人都要抢占反绿共主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就开始在做了？当初民众党2019年成立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在规划说自己呢要成为这个打绿最大品牌啦，要成为反绿共主这件事情。所以换言之，谁先站上那个位置呢，谁就具有盟主的角色啦。所以现在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第2个是刚刚5哥问到说，这个谢信恩这件案子，或者说狗仔门事件对黄国昌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而且影响的部分不是大家在想说哦，现在民众党是不是还有8%？刚刚小平说8%，可是你要想说，这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在于你的8%以后有没有扩张的可能性。其实如果他8%没有扩张的可能性的话，那其实对黄国昌来讲，应该说对柯文哲来讲，黄国昌的阶段性任务，等到柯文哲确定自己的状况 OK 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哦。就我们上次就讲过，柯文哲的动作一定会越来越大。结果你看柯文哲过去这1个月动作有没有越来越大？而且他动作越来越大呢，伴随着一定是先打赖清德为主，然后打民进党为主，因为他还是要回到他反绿最大共主的角色。所以呢，等于说柯文哲现在跟黄国昌之间，你可以看得出说中间那个微妙的变化。然后如果柯文哲真的完全回来占据声量的舞台的时候，黄国昌的阶段性任务其实就差不多了。但差不多不是表示说黄国昌从此就在民众党内消失哦，而是他要回到成为柯文哲工具人的角色。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对黄国昌来讲，如果这个谢信恩事件跟狗仔门事件继续发酵的话，对他当然会有影响，因为他连他到底是不是美国人的爸爸这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直球对决，他也没办法回答。所以你看哦。记者去问黄国昌关于谢信恩的事情的时候，黄国昌的回答很有趣哦。他说这是司法堕落啦，然后说这是个调查的问题啦。那你可以发现，这就是标准的什么呢？这就是标准的问 A 乱答的状况啊。之前叫问 A 答 B 哦，他这叫问 A 乱答哦。司法有中央处。然后这个小平这很有趣哦，因为之前人家讲黄国昌是问 A 答 B 啦，可是这件事情呢，等于说调查狗仔门这件事情，你看他是顺着这个王义川的那个等于说他之前的不起诉处分书下去的脉络。那个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哦但是黄国昌把整件事情就直接用标签化的司法堕落把它带过去，所以这已经是标准的问 A 乱答的状况，这比问 A 答 B 状况还要糟糕。那为什么会变成问 A 乱答？因为他这些问题无法好好的去回答嘛，甚至回答了对他没有好处嘛。可是这种一直处于防守的状况呢，对于他在支持度上面，对民众党的扩张性一定是有限制的啦。所以对他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那就要跳到下一个层次哦。那如果他让民众党的支持度无法扩张的话，下一个层次就是，那如果柯文哲自己回来抓住这个声量的时候，黄国昌就只好退回到柯文哲工具人的角色。什么叫柯文哲工具人的角色？各位可以这个回想一下，复习一下，当初高虹安要到新竹市参选的时候，其实高虹安本人第一时间他是没有同意的啦，他一开始是没有接受的啦，而且他什么时候让大家知道，至少我知道他没有接受，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本节目录影之前，那我有这个问一下高虹安这件事情，我问他说，因为在这个我问他之前呢，这个没多久时间，那时候柯文哲有办一个媒体人的餐叙在饭店里面。当时呢，柯文哲呢对于高虹安参选新竹市长这件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啊。他用几个字形容啦，叫做高虹安呢用几个字形容叫自备粮草。那所谓自备粮草，当然是看上说高虹安背后有郭董的关系嘛，所以他用自备粮草来形容嘛。所以那个时候柯文哲讲完这件事情呢，我才会在本节目录影前的时候问高虹安说，那这件事情，那你真的要选吗？那当时高虹安对这件事是不置可否的，所以后来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媒体曾经出过一篇报道说，高虹安那时候对于选新竹市长这件事情是没有接受的。那所以你在看这个脉络，但是柯文哲要他去选，所以呢，当时那个高虹安等于是当柯文哲工具人的角色，而且非常成功的在新竹呢
逼迫新竹的国民党就范。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新竹的这个国民党的基层呢，都是跟着高虹安跑。那这个状况就是当时这个柯文哲在运用自己工具人的角色。所以换言之，对于黄国昌来讲，在新北市这一局，好，到底是他要选，还是他要成为假设跟国民党真的蓝白合的话，要成为副市长的人选？这件事情恐怕也不是单纯他个人可以决定的啦，他要看后面的柯文哲要怎么下这个棋啦。所以等于说他变到这个工具人的角色，后面恐怕有些事情就不是黄国昌自己主观意愿可以影响的。政治上的态势啊，他在新北市这一局呢，恐怕看柯文哲的眼色，可能比他自己决定来得更大。东豪，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其实你不管讲2026、2028选举，就是民心向背，谁能够拉得到？好了，你说要像高市早苗一样，那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民调支持度拉到70%啊，或什么？要往上拉很难，但是每个阵营都知道一件事，只要做错一件事，要往下掉很容易。所以选举大家有时候开玩笑讲，比谁做错事做得少，谁就会赢，它就会变这样。你现在盘点，我们从一开始在讲，包括助理费这件事情对蓝营会不会实质出现的影响，对绿营跟白营之间好，我们譬如讲，因为绿营是执政党，执政党就要肩负包括所有的国家发展啊，所有这些施政的过程都是检讨的对象。请问一下，那买个火药？就是真的有国际贸易的项目，就买火药都可以还要有原厂授权的证明书。请问一下，那买个火药，就是真的有国际贸易的项目，就买火药都可以还要有原厂授权的证明书。但是关键不在于原厂那个授权证明书，因为这个国防部要采购一批那个很特殊的那个火药，跑出来的是一个台南的一个室内装修公司嘛，然后它有一个国际贸易吧，国际贸易项目嘛，它是营业项目里面，然后在台南当地也有记者去拍嘛，在开餐厅嘛，开旅馆，所以你就搞不懂，因为听到军火的东西，你就会敏感嘛。我们自己会想象，你搞军火的人一定会不会是室内设计公司嘛？所以这第一个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嘛。第二个是你凭什么？我相信他有拿到原厂的授权，证明文件，因为国防部不会笨到说你连原厂授权文件都没有，我还敢给你让你得标。可是为什么是这家公司可以拿到原厂授权？你总要有一个原因嘛。它不只是火药，这个案子有那个最后决标金额是5.9亿，是，然后还有一个开口合约，对，它是一个后续的。但因为这块就这种火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真不懂。因为现在相关的资讯我看了半天，我不晓得这到底要干什么用的。我们会查那个名词嘛，你知道它是一个特殊的火药嘛，到底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大家更好奇的是为什么他拿得到授权？我相信他有原厂授权。如果没有原厂授权的话，那个主持那个业务的那个国防部那个官员先倒霉嘛。但为什么是你拿到授权？这是一个问号。为什么是你拿到？因为以前你没有，你很难想象是这样。他没有做过啊。对啊，就你第一次你就拿到授权，因为有特殊人脉。好啦，那有特殊人脉，麻烦就在这里。有特殊人脉有没有违法？如果这个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授权的话，那他就拿到台湾的独家代理权。那我只好说他厉害啊。可是政治不会那么简单，政治大家一定会追。那为什么是你？而且东豪，因为最重要是因为现在包括赖政府一直希望那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是能够过。当然，它的项目当然不是一样，可是都是大家听到国防都就会敏感嘛。对，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照理来说，对赖政府来讲的话，一定是把所有跟这次1.25兆的，让在野党没有话说，我就是希望为了台湾，我们总要有自我防卫能力。可是像这种案子，你只要出现问号的一些东西，一定就会有，尤其在野党一定会把它这些全部都要摆在一起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人去解释为什么是他。然后类似的状况是不是就有这一件？因为后面一定会问嘛，那有没有其他件？比如说像我们在航海展的时候，有一家台湾公司原来不是做军火的，但是他拿到美国的一个也是独家的，它是一种仪器，然后他可能
它可能还是属于这种红色规范的，就是现役的美军的，红区装置哦。那如果你的公司可以拿到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授权跟设备的话，你不会莫名其妙跑出来。你可能以前不做这一块没关系，可是一定有相关联性才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因为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东西，那台湾可能就只有你有嘛。这时候就比较合理嘛，就是只有你拿得到嘛。但是人家还是会问为什么是你嘛。这都一定会问的。那当然我是业主，我不会讲，我只要我取得没有违法就好了，我只要拿到这个权利。可是当你是一个室内设计室内装修公司的时候，这个你要怎么解释？所以国民党马上讲那个鸡蛋的事情啊，然后那个快筛还有快筛，那快筛是小吃店啊，小吃店快筛嘛。鸡蛋的那家公司，他弟弟我还认识啊，我还认识啊。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像鸡蛋的那个时候鸡蛋的事情，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是那个老板娘的女儿，在中间要大赚一手，很大的一手，他赚到连他日本的服务公司，因为我们是透过王宏那个关系嘛，连日方都不知道他下面的这个人赚了这一手，他一个人可以玩好几遍，台湾这边、日本那边、巴西那边，好，但是等到事情查清楚的时候，已经隔了几年了。第一时间，记得当时农业部他们讲不清楚嘛。等到事情查清楚，你知道这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可以玩三边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可是刻板印象留下来没有？所以国防部也好，或者是总统府也好，这个事情你不要小看它，只是一个火药。你不要让那个问号产生，不要让那个问号扩大。OK， 但上公刚讲，如果说大家各自检视说，希望能够犯错越来越少，不可讳言，你说对赖清德总统或赖政府来讲，那个民调从7月一直到11月左右是往上攀，大家就在讲到底做对了什么事，那一定有人做对什么事，或者对方有做错什么事。花莲这件事情，那时候花莲烟色胡乱，那时候你一定在这里面扮演了某种程度角色，观感问题嘛，不只是实际上有灾民受损，而且有观感一些的问题。光复无疑是这次花莲在这过程当中大家的焦点，然后包括受灾最严重嘛。那为什么张俊他们的议长他是光复人，然后上次已经去踢桌子去冰斗了那一次，这次为什么总预算里面他讲说什么总预算里头，然后没有列入光复了这些？这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事？因为总预算哦，因为已经送到立法，送到那个议会嘛，那议会当然就开始翻啊。总是我相信预算送到议会，你们都会看预算内容嘛，关心的部分，预算内容嘛。那你说光复选出来的议员，他会不会仔细去看里面你编了多少钱给我嘛？哈，那当然一查以后，突然发现，奇怪，你光复乡的重建既然没有编预算，既然没有编预算呢，那议会里面就3度发函过去嘛，3度发函过去，希望你可以那种增列嘛，但县府就不管了，县府不管了，县府就反正有一个堰塞湖特别条例嘛，特别预算嘛，好，然后逼到最后，他跟你说个依法无据，我真的不懂。好，然后逼到最后，他跟你说个依法无据，我真的不懂，怎么会依法无据？那依法无据的话，那预算都不能列新增项目，不是你编预算不就依法有据吗？对啊，你都不能编新增项目哦，你都不能编什么，所以我听了也很荒谬嘛。你知道他们这一次总共是编了400亿嘛，比上年度多了69亿多。69亿多，那当然，花莲市选出来的议员杨华美是花莲市选出来的嘛，他就翻了一些预算了，翻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把它有一个系列化，比如说农渔会系统，好，你看114年跟115年，农损未达标的补助啦，农业推广、农会办理训练什么什么，你看。
100万变2000万，200万变2000万，70万变500万，110万变600万，40万变600万，增加的金额哈，从520万变成5700万，增加了5180万。然后呢，几倍？11倍。这只是一项而已哦。好，你看啊，这个是陈东豪最喜欢讲的宗教团体。宗教团体是傅昆萁的强项哦，强项哦。你看114年就编了2300多万哦，115年增加为360万，3600万了。然后你看补助社会团体1727万，增加到6100万，总共增加多少？增加5623万，增加的金额几乎是2.38倍。2.38倍，你看，这也是补助技协，71197万，技协会务费28倍，好啊，技协会务费还好，他只多了190万。他只多了197万倍，乡镇7万变7万到190万，还有分母很小，只多了190万。然后你看，乡镇市老人文康中心从10万变2000万，200倍。老人会老人文康从15万变1000万。哈，客语新传班的那个什么客语新传师班开班，114年45万变4999万。总共从77万499万，从77万到115年是3696万，增加2926万 ，OK， 48倍。我会直接插一句话，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就编一笔钱给光复祥？啊，还有就他不懂的地方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他是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第一个张俊。反正你反正就跟我对干，给你面子了。对，你自己会跟我挑战。第二个，你们季联你都挤进来了嘛？中央的事，季联成了，季联你是国民党的啦，只能是我们其实是故意跟你在赌气中央的事。好，你看他办活动，114年的活动事项，他现在新增了这么多项，然后从4861万增加到22259万，增幅4点多倍。增加金额17398万。其实你从这一些看一看了，你从这里面看完了，补助费，你不觉得，农会系统啊，宗教系统啊，什么系统在干什么？绑桩嘛，绑桩嘛，而且还有一件事嘛，财政收支办法出来以后，多的钱，不知道该怎么用，你就可以看得到，就一直在往里面灌嘛。上空，这就往里面灌，这里面会不会有选举的江湖恩怨？因为媒体上报道，是不是张俊真的可能跟民党之间的接触？因为地方的发展跟建设不应该跟这些都扯上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可是毕竟啊，那个光复确实是这一次过程当中，我们大家讨论了多久，受灾这么严重。如果你没有变那个，总是要讲出一番的道理。偏偏在这个时候又说什么张俊民党有没有什么新潮流人去接触？真的有这块吗？张俊其实坦白说了，民进党一直都有接触啦。民进党都有一直接触嘛，因为那时候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民进党在推花莲大罢免的时候，其实寄望是2个蓝营出身的嘛，一个是魏家贤家族嘛，一个就是光复的张俊议长嘛，这2个嘛。但张俊在大罢免之间的所有的活动表态、登广告等等，大家都看在眼里嘛。Okay, 但是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魏家的动作嘛，魏家的动作嘛。那魏家的系统里面，传闻也很多啦，好，就是说魏家里面家族里面是不是有人去跟傅氏家族有过接触等等啦，地方上传言很多啦。那张俊基本上他因为就讲一句话了，他的1审贪污治罪条例嘛 ，OK， 那2审的时候他是被判无罪哦，他是被判无罪哦，因为你1审有罪，如果2审没有判没罪，就算你选县长，选上了，宣誓当天停职，
二审没有判没罪，就算你选县长，选上了，宣誓当天停职，没有意义。OK， 没有意义。这个是台东曾经发生过的例子。那他二审的时候，二审没罪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他是有打算用无党籍参选县长。那主要是张美惠没有意愿。张美惠其实是前花莲市的市长的遗孀嘛，那花莲市他的田志轩吧，他当过花莲市跟吉安乡乡长。OK， 花莲市市长哦。那张美惠本来属性就比较有一点偏新潮流，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是传言新潮流？其实不止啦，其实在议会系统，民进党议会系统。其实就频频在接触了。OK， 在未来花莲这一局，因为不希望任何选举会影响到地方的建设，尤其前一波那对光复来讲受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那为什么总预算没有变？这个刚上工拿了这么多其他的暴涨的这些的预算，难道对光复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光复人，那胜或是花莲，胜或只要是台湾人看到这些。难道都不会有感觉吗？这所有的一些，这是每一个人，大家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但最后两位各自的政党了，来，建议1分钟，请问一下，现在赖总统请所有的立委开便当会，讲说行政院到底财划法是要用不执行的方式，还是不附属的方式？莱茵这个地方是讲说大家要全面开干吗？你先讲一下，来1分钟，你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昨天有跟瑞雄他们就是大家在聊天，事实上总统有找大家要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座谈。那这个内容也就是针对最近国民党里面在立法院里面所有的案子，有一些比较争议性的案子，要强渡关山的案子，要做一个大家来做一个沟通。那我也认为说，这个时候到底是要复议，还是要所谓的说先联署完再送所谓的监察院去做所谓的那个不是监察院了，大法官的释宪。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尊重行政院，但到底会不会又变成一个首创的案子，这可能行政院自己要去拿捏清楚。因为过去有没有附属的这个案例，可能有可能没有。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位阶比较小，我没办法替中央答。但你们会直接跟在野阵营、蓝白阵营针对所有这些事情，有人形容赖总统跟立委之间的这个参会，然后便当会，大家谈完以后，朝野之间接下来就是全面对干，你们会这样吗？全面对干没有全面对干，我个人认为会用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凸显国民党你们这些的法案里面，到底哪些不合理性？那至于这个部分，所有的责任当然行政院院长要概括全受嘛。那立委的这个部分绝对会是用对于民众最能了解、最能支持的方式来做处理。来，小平，你们的解读是要全面开干吗？当然是全面开干，而且抗中保台打到底了，就这一招了。抗中保台本来比较没有效啦，就碰到一个转折，就是川普对台湾很坏，台积电去啊干嘛这样子，然后各都拿几千亿美金跟日本跟韩国，以后跟中华民国等等，这是一个本来蓝白一个空前机会，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呢，那抗中保台就看你这个党走向红统，我就慢慢就发生效果了嘛。然后那这个都插曲啊，什么陈玉珍那种钱啊什么，那都小番茄。好，他讲了2句话重点，他一篇落等嘛，我只解读他2句话。第一个，在蔡英文总统的8年的基础之下 ，OK 他有一点说，哎呀，那就是蔡归而赖谁，国家更安全，国家有更安全嘛？蔡英文有教你每天讲一边一国嘛？每天这样就是完全不跟老公往来。蔡英文当然比较没有往来，但是还试着往来，现在根本就决绝了，就我就投靠美国了。不，你这样让国家很危险，而且一对狗饼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他的个性决定命运，他的个性2句话。我跟你干到底。第二个，一边一国，抗中保台走到底。很清楚的未来走线。这个如果依照这样来，小平的说法，我不能认同的原因是说，今天选到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归刚搞他恐吓；那选到你喜欢的人，你也是恐吓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的什么抗中保台等等这些议题，赖清德的做法本来就是稳定台湾，赖总统的做法就是稳定台湾。一边一国是稳定，内政部长讲是稳定台湾。没有，我说现在我们的做法应该自己先抓起来吧，赖清德。我们现在是在稳定台湾内部。那你说什么违宪不违宪，那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
那我想问一下，不，建议拜托，讲一边一国有没有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你是不是恪遵中华民国宪法？没有宣誓的哦。没有，我们台湾，你是台湾本来就主权独立国家嘛。那你换个角度，那李登辉当总统是不是国民党的？是不是？啊，飞机还是飞啊，还是恐吓你啊，飞弹还是对准台湾。他饶不过你，我同意你讲这半段。可是饶不过你，你就跟他要干到底吗？不顾国家安危吗？人民的安危吗？我们台湾还是主权独立国，如果不尊重我们自己的主权，那我觉得没什么好谈。OK，接下来呢？接下来朝野之间针对这些法案的问题会是怎么样？那刚一开始讲的助理费的这个案子，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以后，不测，那如果要修或是折中版，最后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